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有多可爱？孤僻的王俊凯冲她笑得开心，张艺兴也为她兴奋。工匠的深刻存在是无数路人关注的话题。许多名人在镜头前的交流会被视为 CP 标志，少数工匠会刻意减少与异性的接触，以免产生怀疑。不过，杨紫的绝世身材让众多男流量与她合作无忧。在新一期的《向往的永远》中，杨紫作为访客来到蘑菇屋。看到杨紫，张艺兴连忙开启皮羊模式，称她为爱说闲话。杨紫迟钝地说自己被他吓坏了，需要当场起飞。在录制这一集之前，今年5月，张艺兴和杨紫被送上爱瓜。尴尬事件爆发后，两人在同框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地上演过戏，但他们并没有质疑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他们在镜头前自由地联系在一起。面对杨紫的尴尬，张艺兴一点也没有刻意保持分居，反而还上台牵了她为绯闻甜心。很奇怪，因为他一直都是与女性专家共处时更加小心。张艺兴和迪丽热巴已经合作过《离谱的考验》节目，被网友吐槽用生命远离疑惑，而且合影居然还要保持1米的距离。2022年，张艺兴和迪丽热巴也曾有过类似的旅行录节目。网友记录称，两人在整个循环过程中没有传达，下飞机时连连真诚破译没有 CP 假设，明确界限的8种表达方式。无论如何，在《向往5》这档节目中，张艺兴并没有明确地回避与杨紫的实际接触。就在两人一起搭树的时候，杨紫的脸差点被树枝划伤。张艺兴立马连上她的拦网，实际接触很自然。节目录制当晚，杨紫和张艺兴偶然发现了自己的衬衫。在黄磊的想法下，两人漠视高舞，选择不换睡衣。他们以平静的心态回应了愤怒，似乎愤怒并没有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。作为圈内知名的流量收集者，杨紫以往与王俊凯在综艺节目中的合作同样非常值得珍惜，理由是两人对自己的发型格外的担心，还经常带着自己的小刷子刷刘海，这是被王俊凯贬为梳头姐姐。更年轻的兄弟姐妹。在高能青年联谊会节目中，王俊凯身着充气香扑服，戴着拳击护头。没想到他也明白自己的发型有些乱，杨紫连忙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刷子，帮弟妹整理刘海。之后，两人在中文咖啡厅重逢，变成了入住游客中语言最广为人知的2个孩子。小帕看到秦海璐在店里采购配件的时候，姐弟俩都在笑着玩幕后花絮。其实张艺兴和王俊凯都是比较有思想的人，和异性明星相处起来并不难，但杨紫的干劲直接的性格无疑会感染到身边的人。杨紫和李现作为曾梵高的童颜 CP， 戏里戏外都驾驭得很好。他们经常在会议期间出人意料的互相看一眼，然后一起咯咯的笑着扭来扭去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因为电视剧的普遍性，很多粉丝都以为他们应该是宠儿。实际上，任何合作都会让粉丝们小心翼翼地吃糖，而李现也没有避而远之。杨紫对异性的好名声在圈子里逐渐传开，但杨紫曾在一次会议上回答说，她从不觉得自己和异性关系不错，而是把身边的异性当成朋友。在杨紫和男星相处的时候，他们频频开启伤害同伴的手段，比如高高在上的戳对方的鼻子。虽然这个小举动同样引起了网友的讨论，但小帕承认这只是反映了杨紫的轻松性格。有线和转身。杨紫的 CP 体质让她备受关注情，却又使她备受争议，但不管世人对她的想法如何，她其实都在要求自己，保持着自己的真诚和率直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男性专家对她毫无防备的一个原因。02杨紫和张一山姐弟恋情深，羡慕两人的缘分。杨紫的求学不是简单的讨论，不能说张一山和杨紫之间有没有人说没有这组 CP， 他们俩都可以被认为是媒体中著名的青年宠儿。两人表面上是媒体机构中最好的伙伴，两人是在剧《家有少年》中认识的。从家有儿女开始，两人就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共同成长，两人也同样塑造了张一山杨联谊。
子的故事，两人在媒体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两人几乎是亲如一家。这组姐弟恋可以说是从小到大名声在外，两个人一起上课，一起录音，一起练习。说实话，我们想象杨紫在剧中饰演张一山的弟弟，但杨紫真的比张一山年轻1岁。由于录制《家有儿女》，杨紫身高比张一山高，两人在剧中饰演兄妹。作为剧中杨紫的姐姐，这成了张一山最头疼的放弃。张一山现在特别需要在剧中扮演杨紫的弟弟，因为家里有孩子一直叫杨紫姐姐，所以他需要把之前的念姐姐要求杨紫归还。也有人问，两人现在这么有辨识度，为什么不在一起呢？更何况你们两个同样对你们两个特别的希望。张一山的解决办法是因为他对杨紫太熟悉了，朋友们开始也变得不顺了。因为两人的关系已经从好朋友上升到了自己的亲戚圈。2016年，杨紫只是简单的和环瑞签订了和解协议。那时她没有作品，也没有访客。为了摆脱农村剧，杨紫接手了青云志中陆雪琪的角色。因为这个职位是通过大美女准备的，所以这个职位一正式宣布，当时成为休闲企业纪委的王思聪就在网上表示，他对杨没有任何感情。子选角失败后，由于他的评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水花，王思聪开始用自己的亲戚圈来骂他。这时候张一山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跑到前面替杨紫说话，惹怒了王思聪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杨紫和张一山的关系是多么的真实，而张一山对杨紫来说也是一流的。杨紫和秦俊杰分手后，网络舆论对杨紫变得非常不友好。张一山见状立即起身保护杨紫，表示尽管杨紫与你为敌，但我会继续与你背后的界限作战。这句话象征着两个人类之间的深厚友谊，所以二人之间的友情其实是令人羡慕的。近年来，杨紫可谓是烂歌的顾问，她显然什么也没做，但她的作品却被一件一件的从柜子里拿出来。先是青云志，然后是香蜜，最后是青簪。不过虽然这些作品都被下架了，但大家对杨紫的喜爱也不会因此而减少。当然，杨紫的成长经历并不总是吹牛的，不管她是谁，她对每个人都很友善。看到休闲企业里面的长辈，杨紫可能也会主动弯腰低头。杨紫的成长也温暖了很多人。杨紫对于明星艺人来说，并不总是那么讨人喜欢，对于素未谋面的普通人来说也是如此。我希望杨紫能越来越高，我希望她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值得关注的作品。03烈日与我官方微博一下午热度翻了23万加，拥有了自己的网红体质。受人尊敬的烈日办我微信公众号创建后，不到1个下午就获得了23万加爱好者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个小时都会有1万加爱好者遵守。纵观同一时期众多 S 加剧的可敬微博，最多也有几十上百乃至上百的爱好者。太阳与我没有任何更新，只是创建了一个账号，就可以横扫新的寻宝榜，而且迟早的爱好者范围也超过了无数个月的其他人。其中一种情况，有一种山多水少、气势磅礴的气势。在游客为王的网络时代，这部剧有着自己的网红体质。如果他是一个真实的人，那么我的太阳的可敬微并不总是远离主要识别线。从肖战落地重庆的那一刻起，媒体和代理拍照的长枪和快炮就对准了肖战。一波又一波的电影和图片迅速占据了重要门户的头版头条。就连肖战在表哥家吃饭，都能在他所在的网络里引起轰动。种种症状和征兆表明，肖战的认知已经不再局限于观众一人，超长的观众对他充满期待，将他视为成功而有魅力的缪斯宠儿。由于《太阳与我》是一部原汁原味的电视剧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详细了解他的故事情节。除了看表面的介绍，肖战和白百合的角色在剧中还有哪些感人的瞬间？没人知道。最方便的现实是肖战是《太阳有我》的男主，这个解决方案就够了。对于一直被用作品说话引导的肖战来说，他将全身心地投入到男人或女人的建设中，用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为空虚的男人或女人注入存在。为什么《太阳与我》有这么多的爱好者？
说白了，肖战的整体表现，发烧友是认同的，更倾向于接受他的美。一次又一次，尽管烈日与我的市场表现不错，但主创们非常稳定，对外界的兴奋非常超然。媒体除了给肖战上车破车的那一瞬间，也挖不出什么好素材。看着镜头里的肖战，弹幕中透着平静，温润如艺术品，触感强劲。肖战入蜀后，媒体一再转发《太阳有我》的开播时间，却一次次失信。外面越忙，我的太阳就越像摇滚，就像坚韧的大海一样，让海浪在3英尺以上的地方飞溅，海洋的最低点将不断的安静和令人惊叹。作为粉丝，你对《太阳与我》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洽谈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